格局核心在于驾驭，不论吉神、凶神、食神、用神、忌神、身旺身弱，格局的本质因人出生时由当时天地时空具有之五行能量生化和命主，以当时的天干地支，远古时代古人以天干地支来作为载体，天干承载的是天之道，地支承载的是地之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在人成运，天道与地道决定着人道，故设天干地支以期天地人事之运。天地定位，干支以定时空，时空以定世界。干向天而支向地，万物虽长于地上，但是万物的荣盛兴衰却离不开天。10天干与12地支的组合，形成了60甲子，60甲子用以阐述天地人之学。八字所组成，人之八字会因出生15行能量转换而产生凶神、吉神。一个有力的格局，主要是能是对命中五行具有驾驭能力。驾驭者，天地主气为凶神的，要制化；天地主气为吉神的，要护卫。具有驾驭凶神、养护吉神者，那才能成格局，让命主富贵。合的本意为伴助。就格局而言，天地主气为吉神的，因合而被伴发挥不了吉的作用，格局不成；天地主气为凶神的，合而被伴助后，虽不再逞凶，但合不等于驾驭，也成不了格局。与大的富贵无关，只有合克如伤官合杀，枭神合伤，既合伴又驾驭才能成格局。八字就是一个人在人世间的生活状态，八字是怎么组合的，这个人就会以怎样的一种形式生活。通过分析八字的五行生 K 关系，食神的各种心性，与其之间的相互转化，是可以预知一个人的未来走向的，也就可以做到趋吉避凶，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更加顺畅。格局的核心是对天地主气的驾驭，相法的重点是看命主与各五行食神的有情无情，也就是驾驭和被驾驭。比如八字中伤官旺，要是日主能驾驭伤官的，那么命主必定得到财化方面的好事；要是伤官旺无制化驾驭日主的，那么命主一生必被伤病灾或官非口舌所折磨，这就是人生的主相。不管格局还是相法，看人生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驾驭2个字。驾驭是论命的2大要素之一，它能直接影响人事物的成败得失、吉凶祸福，为实战批命的一大要诀。其涉及到的基础面比较广，有吉凶食神、天干五合、旺衰强弱等。何谓驾驭？驾驭者，掌握控制和支配，能按自己意愿对他人或事物进行充分应用或利用。人与社会及外界的主要关系，无非就是驾驭和被驾驭的关系，权力地位、物质财富、人际关系、健康疾病等等无不如此。八字即人生，人生如此，八字当然也是这样。驾驭他人他事他物并非易事，的要有手段。手段者，本领、能耐、技巧、方法。不说别的，就是驾驭最易驯服的牛马，都得有工具和技巧。下面从吉凶食神、天干五合、身旺身弱、中和之道这几个方面助手，对驾驭进行全方位的阐述。对吉凶神的驾驭之道，格局论命以食神为切入点，食神是将五行生化合克等等转换为事物社会属性面的具体描述。食神专主人事物的社会属性，人有美丑善恶，是分吉凶祸福，食神以现象表达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人生吉凶涉及面很广，在实战论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论命的能力，主要也就取决于对五行和食神的认识程度高低。论命以财富、权力、地位、名分三者为主要，也可以财、官、印表现命局中，对我财官印有利者为吉，对我不利者为凶。吉神和凶神是截然不同的2类人物，因此对他们的驾驭之道不同。而有些人自高自大，傲气十足，只有打击和教训才能让他们认识自己，面对现实奋发图强。有些人你敬他1尺，他还你1丈；有些人你敬他1尺，他还看不起你，以后要向你索取1丈。有些人需要赞美和鼓励，人与物都需要因材施教，财是原材料就得加工打造，是成品的就要包装爱护，唯有这样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发挥价值，达到成功。为什么4凶神要逆用，要治要化才能成格局，而4吉神要顺用，要护要位才能成格局？这就要求对
吉神、凶神的本质属性有一个透彻的认识。一、凶神有两大天性：一、破坏、伤害日主，使其不顺利；二、为带有毒害物质的原材料，跟一颗未爆弹一样，不知何时引爆。驾驭凶神的方法：一、掌握控制；二、打造应用，改变其凶性，转化其价值为我所用。总结成6个字：掌控、打造、运用。如何驾驭？先清楚了解凶神有哪种特性，其作用毒性在哪，制定打造计划，以致祸化后，用五行生克或是风水，去其凶性为我所用。只有经过打造之后，才能发挥其最大价值。治祸化，用克或易等手段。消、伤、杀、刃4大凶神，因为论命讲究阴阳平衡，五行合。克制化的乙，就具备了制约、消伤、杀刃4凶神逆用之力，驾驭凶神的手段，便能使这些凶神力量帮助命主。能把凶神发挥和驾驭好了的人，成就往往都比吉神力量大。例如阳刃架杀，伤官激烈；七杀果断决绝，身弱者比劫阳刃掠夺，反而能借阳刃之力帮命主得利。至于怎么用，并且能用好，就是术和道的结合，用不好就被是被害，用好了就是驾驭。那么合是否为驾驭凶神之道？八字中合表示合办、合治、合伤、合动、闭气，不仅控制不了凶神，还引动凶神去逞凶。合化，化而变性失去本我，那就更谈不上驾驭了。合办，因合而被绊住，为控制凶神的一种手段，但要是没有克或化对它进行打造的话，还是无法充分运用其能量为我服务，也就算不上驾驭。因此只有合克如伤官合杀、消神合伤，即合办又打造又完全体现其价值的，才叫真正的驾驭，才能成格局。财星合解，伤官合消不能成格局能理解，但有的时候劫财合杀为什么能成格局呢？严格来说，只有阳刃架杀，而没有劫财合杀的叫法。有些八字的确是劫财合杀成的格局，凶神好比一块璞玉，只有经过雕琢才能脱胎换骨，成就大器。凶神只有去其凶物，才能为我所用。凶神中的七杀和伤官，则似非常美味又带剧毒的河豚鱼，只有去其毒素方能为我享用。雕琢、去毒在八字中叫制化，这种看似破坏和毁灭的方式，对凶神来说实则为加工和打造，是促其成才的必要手段。凶神遇到制化，不管是用神还是忌神，都不以受伤无用论，而是以成才的用论。当然制化太过另当别论，这原本是个常识，但现在对多数人来说还是个绝招。凶神没有制化，体现的是原始的一面，如能为日主所用，得到的价值不高，同时带有副作用。比如伤官无制化，但声望能泄秀，有才华有技术，但同时也是官非口舌和疾病伤灾的信号。比如日主弱而坐下食伤，见消神相生，有文凭有单位，但同时又会有慢性病或工作多变，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吉神之所以神，主要是保护日主，并让日主获取财富、名利、地位、权力、学制等等。驾驭吉神的两大条件：一、与日主有情；二、有护卫而无伤。何谓有情无情？能保护和服务日主，为日主所喜者为有情，反之为无情。比如日主喜官而印星泄之，印与日主无情，此时要是见财星合印生官，财星与日主有情。比如日主强旺又无化泄，再见印比来生助，印比与日主无情，此时要是见食伤来泄秀，食伤与日主最有情。看吉神与日主的有情无情，还要看吉神本身的状态，如果自身已受伤，那就谈不上什么情义了，尤其当吉神为喜用神而受伤时，那叫无情了。吉神为打造之后的成才之物，属于已经完善定型的成品，一克就伤，一制即毁。凶神是原材料，至多是半成品，好比包裹着厚厚皮壳之物，很皮实，越锤炼越有价值。因此凶神不仅不怕制化，并且只有经过制化才能成就大器。吉神是成品，犹如精雕细琢之物，很脆弱，碰都碰不得，一打击就受毁。因此吉神最怕克制，就是为忌神也怕克制，所以从来不存在吉神通过制化来成就格局。要是吉神过往为忌或伤害喜用神而成了忌神，
也要慎用克制，喜用和化。克制者，虽事业名利最终不受影响，甚至更吉，但吉神所对应的其他方面的人事物必然有不吉。比如立枭神局，印星杂局为忌神，克去印星时局轻为吉，命主事业见喜，但印所对应的母亲或长辈或荣誉或健康或住房或单位必然有灾。这是很多人升官发财流年，同时也出现官非口舌或疾病伤灾或丧父丧母或离婚分家等灾祸的主要命理原因。很多人认为无用官星尽可伤，无用财星尽可劫。这样的话，站在用神忌神的角度，站在自身富贵贫贱的那一面而言是对的。但论命不是只看富贵贫贱，物质名利也不是人生的全部。论命同时还要看自己和六亲的吉凶祸福。我们眼中有用、无用、喜生、喜克的标准是用神和忌神，而我们所谓的用神，都是针对日主个人的名利成就，也就是物质利益而言的。那么，这个站在日主个人物质利益角度所选取的用神，只负责命主的名利成就，人生的其他事与他无关。名利成就虽是人生的重点，但只占人生一部分，而人生其他事情与用神无关。要是全面论命的话，至少得确定4点，选取4个用神，看富贫贱的用神，看受邀吉凶的用神，看自身人生万象的主相法用神，看六亲吉凶祸福的次相法用神。用神多了就难免发生冲突，有些是富贵贫贱用神，却是受邀吉凶忌神，因此升官发财的同时生病或有其他灾祸；有些是主相法用神，却是次相法忌神，因此自己结婚生子有喜，而父母却生病或去世。这些都是几个不同用神之间矛盾冲突所导致的现实人生相。全面论命涉及到人生的方方面面，既要论大事也要看小事，既有自己的事也有六亲的事，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有自己的也有别人的。这些对应到八字中为天道、地道、人道、天地主气、人间杂气、自然属性、社会属性。论命不是一种方法就能涵盖所有。全面论命时就会出现多个用神，这样太过繁琐。随着对命学认识的深入，有情无情将会代替用神忌神，其所包含的中和、得用、驾驭等远比用神的概念要清晰和全面。一个用神并非富贵贫贱受邀吉凶无所不能。以前的旺衰平衡法进入了这个误区，房间的格局法也犯了这个错误。现在很多学相法的人也在重蹈覆辙，妄想用一种方法解决所有问题，完全不顾自然规律和社会现实各种矛盾性质。用神、忌神的思考主要是站在个人利益角度上的定位，它有很强的主观性，与我有利的定位为用神，对我有害的定位为忌神。其虽然针对性很强，但适用范围很小，只能决定个人某方面的吉凶与好坏，与其他一切都没有关系。吉神、凶神是按食神的天性来命名，其客观公正，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不管是用神还是忌神，都会体现自身原始的一面。吉神只要受伤，就是为忌神的，虽最终不影响命主的名利成就，甚至与名利无关，但对应的人事物必然有不吉。认识食神基本原理，比选取用神忌神要来的重要。结论：命中食神，先分清楚命主命中的吉凶神，凶神用克制为驾驭之道，并以五行生化制克的道理，便能改变我们的运势。作者：狐狸威哥。